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我是小明的媳妇儿。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战中消失的队伍——中国劳工军团，英国被遗忘的军队。这部电影是 K 星人阿慧推荐的，么么哒。生活在英国的约翰，在藏有祖传物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小盒子，盒子中是一系列陈旧的幻灯片，这是他的祖父威廉·霍金斯生前遗留下来的东西。盒子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16年，那是一个战火肆虐的年代。彼时一战已经进行了2年，英国在战争中失去了50万余士兵，越来越多的人被征召去前线作战，而相应的寻找支援岗位的替代工人变得紧迫起来。此刻5000英里之外的中国准备提供援助。中国经过几场屈辱的战争，丧失了部分领土的主权，而英国则在山东威海卫建立了一个帝国小据点。英国人了解到山东人身强力壮，无疑是最好的人选，而于中国来说，此时的列强正忙于交战，无力管控殖民地，中国从中看到了获得完全独立的希望。于是两方政府达成协定，允许英国在山东招募劳工。整个招募工作十分谨慎，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中立国，所有的流程都只能秘密进行。愿意报名前往的中国劳工在指纹采集和编制号码牌之后，便签署了合同，乘上了远离故土的轮船。然而对于已签署的英文协议，他们根本看不懂，他们只是苦于谋生的普通老百姓，每日10倍于内陆的工资吸引着他们踊跃报名。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此后所面临的处境会是怎样的危险与艰辛。在4个月的旅程中，一艘狭小的货船要容纳几百名中国劳工，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甚至于他们还要在密闭的货车中度过2周，以隐蔽地穿越加拿大。最终有14多万劳工被送往英国，当中有700多人病死途中。中国劳工到达英国后被限制了活动，他们不能随意走动，直至被送到正在开战的法国。凯伦的祖父苏云仪正是这14多万劳工中的一名。苏云仪到法国后，不仅进行着合同签订的交通和防御工作，还要不停地填弹坑、清地雷和验实弹等危险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内容都与当初签署的合同相违背。 First term, no Chinese labour is to be employed in any sor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He is to be engaged only in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可中国劳工对此一概不知，他们被要求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甚至昼夜无息。只有在春节的时候，中国劳工才被允许停下手里的工作，进行短暂的庆祝，拔河、踩高跷、跑旱船。他们用这些故土熟悉的活动，安慰彼时他们那身处异国他乡、生死未卜的苦闷。华裔女演员陆思静也因追寻她同乡先辈孔晓德的足迹，来到了位于法国的雷丰提内特供应站。孔晓德曾与驻扎在此的同胞们一起支援过著名的帕斯尚尔战役。他们在这里日夜工作，装载炮弹、燃料与食物，修理维护坦克，并制作坦克运行需要的斜坡。可最终他丧命于一场暴乱。 There was a riot. The Chinese rioted that day. And in order to quell the riots, the British sent a group of guards and they just shot in the lot. 与孔晓德一同死去的还有另外3名中国同胞。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军事法庭的重视，直到一名白人劳工也在交火中丧命，这起事故才连带着为人所知。孔晓德与他的朋友们被永远地埋葬在了法国北部的墓地，墓碑上虽死犹生、鞠躬尽瘁的刻字显得尤为讽刺。而苏云仪和孔晓德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整个中国劳工军团都在英国军队的领导下，处于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立场之中。他们被差别对待，被要求要服从命令，要抛却自由。在一张老照片中，英国军队的军人着装整齐庄重，而中国劳工军团却只穿着破旧的棉服。英国军队有意要营造出差距感，他们认为中国人落后如未进化的孩童，需他们所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点拨才可以开化明智。而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一本叫做《With the Chinks 与中国佬同行》的书中。甚至于在一场中国人与英国人爆发的冲突中，首先被严惩的也是中国人。I passed
the camp at Behez Place and saw 3 of them with their arms outstretched and tied to the wire, and one with his leg tied to it. That can't be pleasant in this weather, because it's well below freezing today. 后来，中国放弃了中立，中国劳工变成全面的盟友，他们的生活却因此而更加苦不堪言。中国劳工被光明正大地推到了前线，这与他们当时签署的合同要求已经完全相反。许多劳工被安排去修理损坏的机场跑道，或者在德军轰炸时负责填补弹坑。I mean, this would actually qualify as military activity, or certainly, he was in considerable danger from military activity. 而在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终于结束时，中国劳工军团仍旧不能离开。他们已经签署好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此时虽然停战，他们却被安排去清理战后的烂摊子，处理武器残骸，收集并埋葬尸骨。这一切令人压抑的善后工作都堆积在中国劳工军团的身上。反抗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也尝试过罢工，但最后都被英国军队以暴力的方式镇压下来。1919年1月，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会议，就停战事宜进行和平会谈。中国寄希望于在此收回德国的山东租界地以及其在中国的所有特权。然而，英法俄等国家早在此前就签署了秘密条约，将德国的殖民地转交给了日本。这相当于中国在和会中再一次被背叛，中国被不平等地列为第4类国家，剔除于利益格局之外。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也直接导致了国内的五四运动。战争最终过去，而一战时参战各国的盛况却被记载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像中。那是一幅被命名为《战争众神》的壁画，它记载了参战的23个盟国，人物总计达5000余人。然而其中却难以看到中国劳工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1917年4月才参战的美国军队。It's inconceivable the British Army could have maintained its military efforts in 1917 without the work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was undertaking. In actual fact, in that yea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wa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merican contribution. 而事实上是，中国劳工原本在壁画上，美国人参战之时，画卷几乎已经完成。美国的突然加入，使得画卷要重新调整。那么，要牺牲哪个盟国来为美国让路呢？法国的艺术家们将目标锁定在画卷左端的远东各国。彼时的中国国力衰微，经济薄弱，而远东各国也大多贫苦落后。换掉这里的位置是最不得罪人的选择。于是，原本属于中国的一角被匆匆涂抹，空降的美国大兵取代了衣衫褴褛的中国劳工军团，英姿飒爽地站在阶梯之上。这幅巨大壁画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通过放大当年的原画照片，则能看到仅剩的一名中国劳工正孤零零地蹲在一名美国士兵的脚下。这便是中国劳工军团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了。可是，在后来保存的画卷中，连着最后一点象征性的存在也被抹杀了。美术史学家马克列维奇前往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国家一战博物馆，那里保存着部分修复后的画卷。在当地管理专家的配合下，马克发现了美国国旗下未能被完全掩埋的一只便帽，那是属于中国劳工的帽子，被掩盖在重重色彩之下。马克又找到了当年负责修复这部分画卷的艺术家杰克·考斯特。杰克承认，他曾涂抹掉了那唯一一名象征性的中国劳工，因为大家都觉得那名劳工无关紧要。战争可以过去，而历史却需要被铭记。中国劳工的痕迹在历史的画卷中被涂抹，但他们的故事却被许多后人记得。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Allied effort. And just because they were labourers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diminish their worth. This is the time to give them official recognition. 在伦敦唐人街，人们举办了展览，向中国劳工致敬。位于英国的中国交易所还发起了一项活动，他们要争取为这些已故的中国劳工建立公共纪念碑。这项活动也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此前，英国已经有了6万个一战纪念碑，分别提及了21个国家对一战的贡献，但此中并无对中国劳工的提及。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最终中国交易所将在伦敦市中心修建一座华表式样的纪念碑，
而这座纪念碑将于20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100年纪念日揭幕。它将被树立在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面向东方，跟一战中国劳工墓地朝向一致。至此，历史终于被证明，而14多万国人同胞的灵魂也终于可以安息了。他们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迟到了近100年。好了，我是小明的媳妇儿，请关注看电影了没，和我一起成为开心人。我们下期再见。